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维意识录。中秋节前夕，网红疯狂小杨哥在直播间带货香港美城月饼。小杨哥在直播过程中不断强调，这是香港高端月饼品牌，线下购买要200多块钱。香港美城高端月饼，这个他们家做月饼，记住了，只做高端月饼，并且是米其林成黑珍珠，兄弟们啊！对。结果没过多久就被爆出美城在香港根本没有售卖点，而且产地也不是香港。根据购买美城月饼的网友所展示的产品外包装，美城月饼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该品牌月饼生产商有2个，一个是广州市美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佛山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而最搞笑的是，9月初，香港知名人士曾志伟曾与疯狂小杨哥在直播时介绍推荐美城月饼，表示这个送礼是非常好。曾志伟对于小杨哥声称的他们在香港都知道香港美城月饼在线下卖700块钱一盒，也并未否认。不知道他们在香港都知道，一盒8个。香港美城你在线下买200多块钱，这是高端月饼，不是你们买的那种，这是高端型月饼，高端月饼。香港美城700块钱一盒，而这款所谓的香港高端月饼，在短视频平台近30天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这个量甚至超越了香港知名的美心月饼。实际上，美城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平台只卖59元3盒，但是在小杨哥的3只羊开始售卖后，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3盒。15日晚，广州花都市场监管局对该公司核查后回应，这家企业只是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当然，这本来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小杨哥进行一番香港高端月饼的宣传后，把美城月饼推上了风口浪尖。随后，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和退货申请，小杨哥的3只羊公司一度关闭评论，并在其直播间及商品橱窗下架了该款月饼。不过，这已经不是小杨哥直播间第一次翻车，之前他带货的鲜多玉原切牛卷卖出4万余单，销售金额合计387万元。虽然小杨哥在直播间强调所卖牛卷非合成非添加无添加剂，但是后来被爆出这个牛卷不是原切牛肉，并被罚款50万元。除此之外，小杨哥直播间还卖过有问题的茅台酒、3无吹风机、劣质菜刀，以及央视315晚会上曝光过的潮头肉、梅菜扣肉等等。而面对一次次曝光，小杨哥从来没有给消费者赔付，每次都浑水摸鱼，把事情混过去。3只羊的注册地合肥的相关部门每次都包庇小杨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找各种借口帮助3只羊免去处罚。如果舆论发酵，事情闹太大，小杨哥就采取另一招，在直播间打感情牌，表演哭博同情。一边说着请大家放心，有问题一定负责到底，一边不理睬消费者的赔付要求。毕竟进了口袋的钱怎么能再交出来？随着这2年内卷越来越严重，各大网红主播也开始互相爆料。以前一些行业黑幕本来是他们共同利益者之间的秘密，但是这2年为了争流量，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也让消费者了解到了直播行业的真相。如今消费者购买产品更讲究性价比，这其实也是消费降级的体现。比起以前被各种销售术语忽悠，如今人们买东西也更理性。这也是为什么各大主播急于争流量，仿佛今天再捞一笔，明天就要跑路。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月饼类产品的销售额较去年出现近乎腰斩的情况，同比下滑 45.17%， 但这已经不是月饼市场低年遇冷。实际上，去年月饼的销售额较之前一年就下降了 10.49%。虽然各大月饼礼盒价格都在下降，
今年主流月饼礼盒的价位也更加亲民，价格集中在70到220元之间，平价礼盒多在60元以下，但是降价依旧没有挽回月饼礼盒销售的颓势。以前月饼礼盒主要是公司事业单位购买，用来当做礼物送给员工、客户、合作伙伴，既完成了中秋送礼的指标，也能让相关采购人员捞一笔回扣。不过近2年经济大环境越来越糟糕，公司业绩下滑，削弱了相应节庆礼品的预算，月饼采购也因此减少。但是人们对月饼的喜爱真的下降了吗？其实并没有。最近一种售价为1到2元的月饼在网购平台上爆火，人们纷纷讨论这种低价月饼的口感和质量，甚至一些公司为了节省成本，都开始给员工发这种低价月饼。有人买来尝试了一下，每个月饼50克左右，个头不大，包装简单，味道还不错。就这个价位来说，绝对是物有所值了。同时，各大商超的平价月饼也卖得很好，算下来一个月饼的价格在2到8元不等，包装简单，味道从豆沙、流心奶黄、玫瑰到鲜肉、牛肉、黑松露、云腿，甜咸不等。线上电商也有一些具有地区特色的月饼，比如新疆的奶皮子月饼、内蒙的风镇月饼、云南的鲜花月饼等等。一个月饼的单价一般不会超过8元。这些月饼个头大，味道好，不太甜，配料表干净，很受消费者的喜爱。人们购买月饼回归理性，讲求性价比，一方面是对月饼本身口感、健康的追求，回归到吃的本身；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近几年非常明显的消费降级。虽然政府总喜欢讲刺激经济、扩大内循环，但是刺激实际上只有短期作用，长期来看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去年政府和各大商家在过节期间广发消费券，确实带动了一部分人消费。但是今年政府和商家也开始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消费券减少，人们则非必要不花钱。除了月饼外，今年中秋旅游市场也没有预期的热度。中秋节的机票和酒店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旅游市场也开始回归理性，整体呈现出量涨价跌、以价换量的局面。这一点从各大上市航空公司和酒店集团的业绩报告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今年上半年，7家上市航空公司中有4家客运人公里收益同比下滑，而航空公司的客座率却在提升。同时，人们出门游玩也寻求舒适、性价比高的短途微度假旅行，城市群周边游、郊区游很受欢迎，不用花很多的钱和时间就能得到放松。博物馆、美术馆也成为人们新的旅行目的地。这些地方门票便宜，有些甚至免费，环境嘛，冬暖夏凉，一场旅行下来可能只需要几百块、1-2千块的花销。即便计划出远门，也会选择平替，找一些小众城市，各种消费都很便宜，开开心心玩一圈，不用花太多钱。而经济下行、消费降级不仅改变了节庆日的消费习惯，更可怕的是打击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一部分人背负了20到30年的房贷，存量房贷利率依然高达3点多到4点多，但是房价却跌到了谷底。即便是1线城市的房子，也逃不掉贬值的命运。很多人房贷还没有还完，房价已经跌了几十到几百万，不仅首付跌光，还在还的房贷也白还了。当然，这还是幸运的，更不幸的是碰到了烂尾楼，房地产公司破产倒闭跑路，没有公司接盘，购房者只能一边还着房贷，一边看着烂尾楼做噩梦。社会上由于多数公司实行996和单休工作时间制，内卷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前3个人8小时工作制缩减到1个人加班加点完成，
同时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一些前期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只需要人在最后进行修改和加工，进一步减少了工作岗位。老板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员工数缩减至最低，工作时间拉到最长。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满足老板的要求，于是与以前同样的工资，却要花比以前更长的时间赚取，单位时间收入变少。可是通货膨胀却不会等人，每半年物价都会悄悄涨一次。人们猛地发现，如今100元的购买力远远不如以前，这些进一步挤压了普通人每月的剩余财富。而最新出台的退休延迟计划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抛开体制内不谈，大部分人就职于私企，除了少数精英外，很多在30岁到35岁就被优化掉了。40到50岁找工作已经相当艰难，而到了50岁往上，即便是服务员、保安、保姆、保洁、工厂也不愿意要。可是延迟退休会将退休年龄逐步推到65岁，那50到65岁这15年，人们该如何养活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年轻时开始攒养老钱，但是由于收入不增加，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物价上涨，普通人没办法，只能消费降级，非必要不花钱，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小孩，这样才能每个月留一点余钱攒给自己养老。而这几年二手市场的火爆，展现了普通人节约开支的新方式，尤其家电、小家具、电子产品、书籍，甚至中秋节公司发的月饼都可以放到群里卖出去。大部分月饼礼盒其实并不好吃，它们的作用基本就是送礼。于是月饼礼盒在不同人之间买卖，或者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不仅省钱，还让他们变得更有价值。小杨哥卖月饼这件事放在以前，大概就糊弄过去了。虽然美城月饼不是所谓的香港高端品牌，但是起码也不是地下工厂生产的。但是如今消费者更加清醒，挂着羊头卖狗肉是不行了。在经济不好的当下，钱要花在点子上。大部分买美城月饼礼盒的人是为了送礼，且这个商标与美心月饼很相近，同是香港月饼还更便宜，完全可以满足送礼所需。但是现在有人反映，这个事件被曝光后，送礼都送不出手，只能砸在手里。如今的大环境下，人们对带货主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去直播间是为了省钱、省时间，购买高性价比的产品。而在这点上，大主播有时候甚至比不上品牌官方的直播间做得好。近些年开始，各大品牌也进入内卷模式，降价、叠加消费券、各种满减，为了吸引流量，推出各种活动。毕竟如果再不抓紧时间赚钱，明年的消费市场可能会更萧条。尤其最近2年，人们也看清了现实，这样萧条的经济大环境，恐怕短期内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人们要做好准备，度过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经济寒冬。普通人就是大时代下的一粒尘埃，能做的只有管好自己的钱包，随波逐流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点赞、收藏哦，感谢你们的支持。